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手上有佛眼纹的人生活富裕，女的能旺夫。有一种纹路是代表着聪明智慧高的，这个纹路就是佛眼纹。佛眼纹位于大拇指第二节手掌虎口处的横指节纹呈几个眼状纹。一、佛眼纹位置。位于大拇指第二节手掌虎口处的横指节纹呈几个眼状纹便是佛眼纹。二、佛眼纹解析。佛眼纹又叫孔子眼，这是一种很吉祥的手纹，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若是拥有这种手纹，都象征着衣食无忧。女人拥有佛眼纹还代表着旺夫。三、佛眼的好处。一、拥有佛眼说明你是一个直觉很准的人，感知能力特别的强，很多时候凭着第六感的感觉得到很多的好运。二、佛眼的纹路与佛眼纹、佛眼线、佛心纹和念力相呼应，常常能靠着这敏锐的直觉趋吉避凶，如同神佛一般的能力。三、拥有佛眼的人不仅有很强的感知能力，在记忆力方面也相当的出色，就如同拥有着超能力一般。四、五根手指代表什么？五行学说认为，世间万物均有五行属性，五个手指也不例外。中医来看，五个手指为五脏之端，是人体经脉的出发之点，是阴阳交汇之所。而从命理角度看，宇宙间的万物都具有全息性的特点，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人体内的每一要素和区域与人体系统中腑脏的任何变化，都可以通过体表的生物特征反映出来。手指作为与人体各系统联系最为密切的器官，自然能准确而及时地反映机体内部的活动状况，成为人体健康和运气的晴雨表，同时反映出人体尚未呈现或暴露出来的种种潜在的疾病和人生危机。从命理五行来看，五个手指各藏玄机，从手指的长短、形状、润泽程度可以透视你的命运。现在我们就一一来看。一、大拇指。大拇指五行属土，为坤卦，因坤卦主生育，故拇指主父母。人在幼年受养于父母，故拇指又主根基，主保护之神。大拇指应对五脏的脾胃，主意志。形状长大、坚挺、厚实、无疤痕、饱满润泽的人，代表幼年时期运势较顺利，成人后财运往往都不错。大拇指平薄且粗糙者，财运平平。大拇指代表一个人的生命经历，可看到父母遗传。第一指节代表意志力、恒心和耐性，第二指节代表决断力、适应力和智力。大拇指两指节相等者，表示本人意志力与决断力均衡。大拇指第一指节代表意志，第一节过长的人意志力很坚强，不怕失败，但处理事情常常缺乏理性的判断。大拇指第二节代表理性，第二节过长的人智慧高，聪明过人，思路清晰，理解力强，冷静沉着。第一指节长于第二指节的人，表示其精神与人格受母亲影响较大；第二指节长于第一指节的人，表示其精神与人格受父亲影响较大。当一个人伸出手掌时，大拇指与其余四指之间张开的角度越大，个性越独立自主、积极负责，不喜欢被拘束，有创造力，喜欢自由发挥。反之，代表保守、依赖，缺乏开创力。二、食指。食指五行属木，主肝胆，主魂魄。食指在手相学中通常意味着支配欲、权力欲与一个人的进取心、自尊心及胆量，所以食指较长的人性格也比较顽强，具有企图心，有胆量。很多军官警察就是这种手指。食指形状端正、秀长、润泽的人，代表青年时期运势顺利，身体健康，学业有成，事业顺利，对感情也能认真负责。财运方面，食指长的人一般财运不错，是相对于自己的中指较长或较短，但敢赚敢花，很难留住钱。食指较短的人有一些缺乏自信，责任感不是很强，没什么野心、上进心。正因如此，在职场上的表现也不是很出色，同时与身边朋友、亲友的关系也算不上很好。食指歪者，歪向外而离中指，主贫；斜者，斜向内而傍中指，主衣食不缺，但不免奔走于四方。食指小者，不断变更衣食之地而不得其所；兼削者，败穷。
短者克妻为妻，一路不足；曲者劳碌江湖，凹者孤独，伤者无成。3. 中指，中指五行属火，主心脏主灵，中指也称土星指，为五指中心，象征自己的命运，主知识修养，先天的悲观成分，处事的态度稳健谨慎，思虑抑郁孤独等。中指指节上最要明洁润泽，但有重纹者嗔中得意，亦不免惊惧多是非的困扰；邪者亦功名中失脚，反者孤身贫乏，百事难成，谋远而成疏。中指形状端正秀长，饱满润泽，不歪斜的人，中年时期运势顺利，身体健康，婚姻幸福，配偶条件好，事业发达，财运亨通。此外，也代表心思细腻，能坚持到底。中指形状歪曲短小的人，代表中年时期运势阻塞，健康不佳，有依赖性，容易见异思迁，不能坚持到底。中指如果生得过短，代表做事缺乏耐性，容易冲动，则影响个人成就。所以这种人需好好约束和规范自己的情绪情感，不然很容易做出会令自己后悔莫及的事。4. 无名指，五行属金，无名指主肺金，金为秋，秋主收。无名指象征着一个人的艺术才华、人缘和财富。此指为兄弟、夫妻骨肉，是看40岁后的祸福。若歪斜，主兄弟骨肉隔角，妻妾行伤。无名指亦要明净，无重纹者为佳。无名指的长度要到中指的第一节中线才符合标准。无名指过长的人，优越感重，喜欢艺术和冒险，甚至好赌，不太把钱财当回事。无名指过短或者缺乏对生活艺术鉴赏能力，生活也比较的乏味。同时在健康上也表示为先天元气不足。无名指靠向中指，代表该人容易在立场不同之时坚持己见。无名指靠向小指，小指代表财富。无名指靠向小指，代表懂得用艺术来赚钱，也代表有着独有的艺术眼光和审美观。而无名指形状歪曲短小的人，则代表壮年时期运势欠佳。5. 小指，小指五行属水，跟肾水有关。小指最要清秀，长而不斜，短而不凸，五指之中最为短小，代表子女、晚辈等，也是晚年的象征。代表一个人是否具有社交能力，主才学、财富和处事的手腕。小指越长，越代表有才华和财富运，处事风格上也会更加圆润。小指最喜饱满、条达，长短粗细均匀，拥有一个直长的小指是非常幸运的。但是小指长度如接近无名指的长度，则表示特别喜欢出风头，过犹不及。小指饱满又修长，晚运安康，子女贤孝。小指与无名指明显分开，则表示不喜受到拘束，思想自由灵活，且有很强的自信心。小指与无名指紧靠一起，个性较不自信，容易害羞，需要别人的支持才能勇敢行动。6. 5根手指分别代表啥命运？人用手来劳动，生产物质，创造财富，故此论及一个人的命运，自然离不开手。从手相学的角度来说，影响运势的无非就是手型、手纹、气色、厚实程度等等。如果能有效改善这些因素，自然也能改善运势。1. 双手细长，乐善好施，能结善缘，福泽深厚。反之，双手粗短，通常贪恋享受，发展有限。2. 手指尖长者，男女通常聪慧；反之，手指短而粗壮者，往往愚蠢不聪。3. 手汗多为臭者，往往劳力者；手香暖者，通常为华贵之人。4. 手掌并拢有缝者，通常漏财；反之，并拢无缝，能守财。5. 掌硬又结实而圆者，多为愚昧；反之，掌软且方正者，多为贵人。6. 掌心四周多生横纹者，大多弱者寡谋，日子艰难，操劳辛苦命。7. 手像虎踞般弯曲，生活贫苦，若成年后手指折断，通常会贫病交加。8. 拇指强硬，不能挺直，微向内屈者，多为意志坚强者，有比较好的事业；但拇指虽坚挺，指端向指甲面削薄者，多为固步自封，难出头。那么生活中我们注重手的保养，手的润泽度就会变好，注意养生，让五脏更健康，手的厚实度、手纹就会减少。而良好的心态情绪会让我们的手相发生更好的变化。手指过短的，也可以通过适当的留指甲来化解；手缝过宽的，可以通过戴戒指作为弥补。从风水
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如何从手指断财运旺衰。一、手指较长的手相，依照手指的长短来看财运。指头长而且直不偏斜的人，属于亲手创业型的，心灵手巧，大多凭手工技术吃饭，一般与一本万利的财运无缘。但是这种人处事慎重又擅长分析数据，属于智能型的，比较勤劳而又能实际操作。因此如果能将这种长处与工作相结合，比方说从事银行或证券等相关工作，高技术行业、高新技术行业，便能期待丰硕的成果。二、手指较短的手相，手掌长而食指比较短，这种手相大多比较肉多、柔软，是日常生活中长时间用脑不动手的特征。他们大多外表比较憨厚，并且有敏锐的经营事业的头脑，外露憨厚，内藏精明，不会在乎小事，但是做起事来不拖泥带水，因此能够很快地下决定，并且勇于采取行动。由于本身具备了优越的经营能力，因此很适合致力于实业的经营工作、管理者。不过手指的长度如果过分地短小，在比例上显得离谱的话，那么就显示这个人具有懒惰的性格。三、食指弯曲，骨节暴露。如果你的手指弯曲偏斜，是累心累身的一大命理特征。形内有与食指偏斜劳碌命，骨节暴露愁心人。这样的手指手型大多辛苦劳累，不是富贵之相。不过也有短时间发迹的朋友，要看好自己的富贵，千万不要因为过分嘚瑟，让自己再次回到贫困再现。四、拇指代表父母、祖上，拥有圆润厚实拇指的人，可借父母之力。用钱的观念十分实在，不会将钱花在过分强调感官享受的事情上，像华丽的衣服和美食，在这种人的眼中是极为不实际的。这样的人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为人也相当务实，说一是一，不会有太多的心机。平而薄的拇指，粗细不匀，弯曲灵活，大多与厚实的拇指正好具有相反的性格。这样的人不喜欢一板一眼的日子，喜欢快捷方式，没有耐心，贪图享受。五、食指。食指在手相学中通常意味着支配欲、权力欲与一个人的进取心，所以食指较长的人性格也比较顽强，相当具有霸气和野心，容易有权力。食指长到中指，性格偏强硬，爱出风头，财大气粗的性格，起伏较大，往往很难存得住钱。这种类型的人，就算钱赚得多，花的也多，所以这种人要节制挥霍，控制欲望和消费习惯。六、中指。中指是4根手指中最长的，而且位于5根手指头的中心，象征一个人的命运，以圆润指掌为上。圆润指掌的中指代表有好的命运，事业、财运、婚姻方面都有好的结果。如果中指生得过短，中指偏斜，偏向于食指，对事业比较执着；如果偏向于无名指，可能对家庭比较执着；如果粗细不匀，则是缺乏耐性和冲动的表示。这种人必须好好约束和规范自己的情感，不然很容易做出会令自己后悔莫及的事。七、无名指。无名指代表配偶和家庭关系，如果偏向于中指，表示你家庭的责任心很重，为家庭付出代价很大；如果偏向于小指，表示为晚辈子女付出很多。如果无名指跟中指一样长，那便是喜欢赌博的手相，对于任何事都有喜欢下赌注的兴趣。这种人一听到打麻将、赛马、玩牌，全身的血液都会立即沸腾，眼睛也为之一亮。这种人的确对输赢有着相当敏锐的感觉，也喜欢投机性较高的理财方式。股票、
房地产等投资生意，会很乐意参与，但是并不表示有万全的把握。这样的人赶上极端的时间，会随便赌输整个家当，将会使自己落得倾家荡产。8. 小指小指代表子女晚辈，如果小指特别的短小弯曲，表示子女不给力，让你为子女操心费力，容易让你不能为子女骄傲。另外，小指还代表智慧、口才、艺术，又经常被乡学家称之为第二根拇指。有许多成功者几乎毫无例外地拥有一根比无名指第一指节线更长的小指。如果小指长直顺且圆润的人，通常有很卓越的办事才能和社交手腕。如果小指低于无名指的第一指节线很多，小指弯曲，那么这个人无论是在运势或财力方面都很难有所成就。第二，有这5种手相的人最招财，最有发财命，看看有你吗？一、财运线清晰而粗直，财运线又名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是衡量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财运线生得清晰而粗直的人，通常有着较好的财运。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很会招财，擅长运用资金获利，而且是越动越旺。另外，因为水星丘掌管的是金钱，而太阳丘掌管的是人缘点名声及好运，所以当财运线出现在水星丘和太阳丘之间时，这样的人通常能够靠股票或不动产等生意赚大钱。2. 钱财纹数量多，所谓钱财纹，是指在水星丘小指根部和太阳丘无名指根部之间出现的细的斜线。一般人手上都钱财纹，只是数量有的多，有的少。通常手掌上钱财纹越多的人，财运越旺，越容易招财，尤其是偏财运好，例如工作上时常发奖金，或者常常意外中奖等等。3. 水星丘红润而隆起，水星丘在小指的根部，掌管一个人的财运、社交与商业头脑。水星丘生的红润且向上隆起的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而且财运也相当的好，容易遇到很好的赚钱机会，只要努力肯付出，便能赚得大笔财富。此外，这样的人自身的交际手腕也很棒，应变能力很强，若从事商业经营之类的职业，更容易成功，从而获得丰厚利润。4. 太阳丘、木星丘有星纹，在太阳丘或木星丘这2个任一部位出现星纹，都表示这个人拥有特别的好运，容易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从而心想事成，赚到很多财富。只是这种幸运星纹出现后，假如本人不善于把握机会，努力付出，也会自己消失。5. 智慧线有向上的支线，假如智慧线末端有支线向上延伸，表示这个人非常有商业头脑，而且有很强的金钱观念，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很能利用一切机会招财，常常在不知不觉间赚到很多钱。不过这个人在金钱的使用上非常节省，记得还是要适时的花钱，慰劳自己一下。6. 掌心厚实有凹陷，手掌就好比聚宝盆，掌心好比聚宝盆的盆底，掌心的薄厚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多少。掌心厚实凹陷的人能聚财守财，积累下丰厚的财富。有这种手相的女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有很强的理财、守财能力，持家能做到井井有条，生财有道，能够帮助丈夫守好财富，自己也能利用出色的理财能力赚取财富，积累下丰厚的家底，老有所依，能安享晚年。7. 太阳丘高隆，太阳丘代表着财富、才能与名声等。手掌中太阳丘隆起，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赚钱能力和理财能力。有此手相的女人，性格坚毅但不苛刻，为人厚道，
婚姻成功是持家理财的一把手，在外能有出色的理财能力，能够在自己的事业上大放异彩，赢得出色事业成就和社会名望。对内也能持家有道，婚姻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首相之一。8. 木星丘饱满圆润，木星丘能反映一个人的积极程度和上进心。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对财富和权力具有强烈的欲望，热衷名利，意志坚定，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取得耀眼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若为女性，也会是事业型的女强人。不过有这样手相的人对待感情一般也会比较强势，所以在选择伴侣时，最好是选择性格互补类型的，或者是更具有忍耐和包容心的人，这样婚姻生活也能美满幸福。好了，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金角在手必富有的黄金手相。手型细长，每个人的手型都会有着一些不同，有的人手型比较细长，而有的人手型就是比较粗短的。手相中认为手相细长的人往往都是不需要做体力劳动，在生活中都是做一些比较轻松的工作，而且大多会从事比较高级、高收入的工作，不用太辛苦就有不错的收入了。这种手相的人收入都比较好，另外他们还是很懂得享受生活的人，最不缺钱财，生活也是比较富裕的。2. 无名指下出现三角纹，身价千万的手掌大小要对称，掌心白色，其次是粉色，手掌厚实，掌心粉色较好，至少命运不会差，有发展的资本。在无名指下面有一个三角纹附着在情感线上，这叫金房子。这种纹路的人一生都很富有，单凭这个手相就可以确定身价100万不是问题。3. 手指厚实，如果一个人的手指粗而多肉，它往往是财富的象征。大多数拥有这种手掌的人都出生在好家庭，有着坚实的家庭背景，就像他们的手指一样。他们有更好的自身条件和足够的智慧，同时接受更好的教育，这使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技能。他们注定不是体力劳动，而是通过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获得高收入，所以可以说他们不需要太努力便收获丰富的财富。这样的人一生不用担心钱，也有很多积蓄。4. 掌心有凹陷，掌心凹陷四周凸起，这种情况被称为掌中之水。我们都知道水为财，手心明显凹陷的人可以掌握更多的财富。他们有很强的赚钱能力，有独特的眼光，在身边寻找赚钱的机会，而且能及时把握，有很好的收入。尤其是到了中年，他们的经济财富会变得更好，靠自己的积累有丰厚的家底，生活不缺钱，让人羡慕不已。5. 手掌有钱财纹，手掌上的钱财纹是指小指或无名指下的细线，钱财纹和我们的钱财收入有很大的联系。如果一个人手上的钱财纹多了，而且纹路还很清楚，那就说明这个人的财运比较好，贵人运比较强。他们总能得到很多赚钱的机会或消息，加上能很好的把握机会，能挣到很好的收入。这种人也更注重理财，善于管理自己的钱，钱会越积越多，那么他们是生活中并不缺钱花的人。第2，老话，断掌一条线，富贵不向欠，是什么意思？你是断掌吗？大家都知道，人的手相是由3根主线，生命线、智慧线、婚姻线组成的。不过有一部分人是智慧线和婚姻线重叠形成一条线，横在手掌中间，叫做断掌纹。也就是别人都是3条线，你的手相却是2条线，这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纹线。
对于断掌纹，从来都不缺乏传说。自古坊间就传说男人断掌值千金，女人断掌值1文，意指男人一旦断掌就会飞黄腾达，女人则1文不值。也有民间首相认为断掌代表一个人的心性狠毒，做事容易失去底线。但到底事实如何？下面就根据首相的特点，给大家进行一下仔细的分析。1、断掌纹的优点。拥有断掌纹的人因为婚姻线和智慧线重叠一起，所以具备智慧和感性的双重性情，一般比较睿智、聪明，判断力强，能力强，比较重感情，爱憎分明，做事果断，利于事业发展。对朋友亲情敢爱敢恨，大多是付出比较多，不计回报型的性格，会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贵人较多，有恒心和耐心，具备敢打硬仗的性格，所以往往能成就大事。如果手掌很厚、很宣、很软，那是更好。很多有名企业家、官员、业界名人具备这种手相的人较多。2、断掌纹的缺点。断掌纹的人同时比较极端、固执、较劲，容易出错。如果2只手都有断掌纹，表示这个人过于刚正不阿，得理不让人，不达目的绝不罢手。但是记住，过刚易折，过刚易断，很多人因为这个容易惹上大的麻烦和灾难，比如引起官司、口舌、牢狱。假如手相干枯、露骨、无肉，再有断掌纹，非常容易遇见以上情况。假如你的手相是单手断掌纹，那么你可能有偏执的性格，当你恨一个人的时间，会对人非常反感，甚至就不能看见这人，非常容易和人发生矛盾，一生官非较多。当你爱上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事的时间，哪怕是自己错的，你也不好改变自己，甚至容易过激。3、断掌纹的爱情。断掌纹是个敢爱敢恨的性格，爱的时间他会全心投入，他会尽一切办法使爱人快乐、幸福，甚至一生一世。但要是不幸失去他的欢心，他便恨得相当强烈，非使对方感到极度难堪不可。断掌纹者刚愎自用、暴躁，也容易感到灰心。由于这种人的性情特别，所以跟这种人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相当小心。这种人性格多疑，对人大多不信任，所以断掌纹的朋友婚姻观比较极端。男的还好点，因为他大多偏向于事业。如果是女的，你就要选择好对象了，因为这样的女人大多是感情很重的人，她们对待感情较真，追求完美，激动的时间极端暴躁，很难自控。一旦失去感情信任，那是非常可怕的结果。4、断掌纹的事业。断掌纹的男人性情中耿，工作能力很强，责任心极强，不管怎样困难的事情都由自己独个儿去处理，不喜欢别人来插手干预他的思维判断。如果因为自己个人的能力有限，非要把一些不大重要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做，也老是牵肠挂肚，非亲自去干他一下，就凭这样对待工作的敬业精神，他做事成功率是非常高的。尤其是男人，断掌纹的男人在事业上一般比较有定律，对待歪门邪道、花花绿绿的感情比较排挤，在事业上的敬业度和忠诚度都是非常高的。事业成大事的人，断掌纹居多。断掌纹的女人也是事业型的人物，工作事业上绝对不输给男人。但断掌纹的女性很容易就会把自己的爱情弄得一团糟，必须在感情上要多多反省自己。第3，手纹乱说明什么？手纹乱的性格特点、命运走势。1、思维活跃。手纹乱的人一般思维比较活跃，他们对很多事情都有兴趣，但是这种兴趣也容易来去匆匆。手纹乱的人心性不够沉稳，可能需要到很大年纪以后才能慢慢把心沉下来。因为思维活跃，他们也更愿意去尝试很多新鲜的事物，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也比较容易获得新的机会，但是由于他们耐力不足，因此也常常将机会弄丢。二、命运多舛，手纹乱的人工作不太稳定，甚至是他们的居住场所也不是那么稳定，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会经常搬家，甚至出现换城市、换国家的现象。当然，漂泊不代表不好，但是这无疑增加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因此，手纹乱的人在漂泊的过程中，就算能够忍受孤独，能够解决突发的状况，可是年纪大了以后，难免会觉得茫然。三、难守财，手纹乱的人，他们思维活跃又居无定所，因此很难拥有稳定的收入。一些不好的年份可能需要一大笔的开支，这会让他们很难存下积蓄。而且手纹乱的人，他们对金钱的观念不是那么重视，他们没有太多理财的意识，所以年轻的时候赚得多也容易花得多，但是到了中年以后，还是需要为自己的老年做一些打算才好。总而言之，手纹乱的人思维比较跳跃，年轻的时候工作不太稳定，他们有许多的理想和抱负，但是由于缺乏恒心而导致很多事情虎头蛇尾，因此这个手相的人一定要注意在年轻的时候多储蓄，避免老了以后的不稳定困扰自己。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